2025年5月7日，一大早，中国央行突然宣布降准0.5个百分点，降息0.1个百分点，一次性释放1万亿长期流动性。这不是利好，这是惊悚片的预告。一天内，央行和财政3大部门集体开口，突然降准、降息、开发布会、释放谈判信号，别被术语骗了，这是经济撑不住了的信号。每次放水都是一次危机的应激反应，每一次大规模宽松背后都是一地鸡毛的真实经济。今天这1万亿并不是天降神兵，而是经济到了再不放水就窒息的地步。而最可怕的是，你以为这水能救你，其实它只会把你淹死。为什么在今天放水？因为连掺水的经济数据都遮不住了。5月6日，中国官方公布了一连串经济数据，字字都在透露2个字：惨淡。财新服务业 PMI 50.7 创7个月新低，财新制造业 PMI 50.4 2月以来最低，官方制造业 PMI 49.0 重新跌回收缩区间，官方服务业 PMI 50.1 几乎贴地飞行。综合 PMI 产出指数 50.2 降 1.2个百分点。什么意思？ PMI 低于50表示经济收缩，高于50表示扩张。现在几乎全线靠近或跌破50，说明中国企业已经不再相信未来了。尤其是制造业 PMI 跌回 49.0， 这意味着中国的工厂正在停工、裁员、撤资、观望，他们没信心继续干了。别忘了，这些数据已经被技术处理过，哪怕是在加料之后还是这么难看，那你就想象一下真实情况吧。连掺水的数据都遮不住经济崩坏，中国真的已经走到了非放水不可的悬崖边。而就在国内自顾不暇、疲于应对之际，美国又精准补上致命一刀，央行只得再次打开水龙头。但问题是，这一次放水真的还能救命吗？2025年，中国再次遭遇美国精准打击，145%的超级关税，取消对华小额电商免税额度，开始围堵第三国转运。这不仅是贸易战 2.0， 而是对中国制造业的系统性封锁。根据公开数据，中国2024年对美出口约占总出口的 15% 左右，占 GDP 的比重在 3% 上下。别看数字小，但牵涉面巨大，供应链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就业大量珠三角、长三角外贸企业吃美单活着，收入赚的都是美元，换成人民币还能撑汇率。这一刀下去，中国出口企业直接雪崩。2024年出口数据已经连续数月同比下滑，很多工厂接不到订单，干脆放假、裁员、关门。而对外失血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外资撤离、汇率贬值、资本恐慌、信心丧失。你以为印1万亿人民币就能稳住一切？别做梦了，钱可以印，信心却印不出来。因为当年轻人没工作，消费冷成冰，就算印再多的钱，也没人愿意花。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没钱，而是没人敢花钱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不完全公开数据，城镇青年失业率官方口径 15.2%， 实际估算，根据高校毕业人数加招聘岗位或高达 25% 以上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不足 3%， 创历史同期新低。居民储蓄总额2024年新增超过17万亿，创历史纪录。什么意思？年轻人没收入，只能靠父母啃老，哪还有勇气消费？中产失业、降薪，房子卖不掉，股票腰斩，谁还有心情花钱？哪怕你给他一沓钞票，他也只会攥紧，防未来更难。富人则更实际，怕资产贬值，人民币贬值，
早就悄悄把钱换成美元、黄金，甚至买到海外的房产去了，用脚投票，逃离风险。你以为光靠印钱就能让大家重新买？这不是刺激消费，这是羞辱常识，是对经济学的挑衅，更是对老百姓智商的赤裸裸嘲讽。但很显然，印钱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让你过得更好。因为放水后的赢家是谁？不是你，是他们。央行这次释放1万亿流动性，还配套推出5000亿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，3000亿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，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.25个百分点。听起来很利民，但实际上你拿不到1分钱。那1万亿的水到底流向了哪？它早就被系统里那些熟门熟路的人分光了。国企第一时间伸手接住这场甘霖，反正有地、有厂、有资产，做抵押轻轻松松，拿钱不费吹灰之力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没客气，把钱拿去还旧债，搞面子工程，花得漂漂亮亮，却换不来半点产出。房地产商早已陷入泥潭，这笔钱成了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，继续画饼造梦，再骗一波首付和预售款。而最神不知鬼不觉的是那些握着权贵资源的关系户，把贷款变成炒股炒房的本金，甚至偷偷转移到海外，换成美元，藏在境外银行账户里。而普通人连贷款都批不下来，因为你没资产、没抵押、没关系。就算你勉强借到了，也可能是消费贷、白条贷、网贷，年化利率高达10%以上，还不上，你就成了下一个征信黑户。最终结果就是富人借钱变资产，穷人借钱变负债。2024年，中国的 M2 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突破300万亿元人民币，人均20多万元，全球第一。2025年初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逼近 7.3， 外资已连续6个季度净流出，外商直接投资降至1993年以来最低水平。放水越多，人民币越不值钱。而富人早就把资产换成美元、日元、欧元，甚至搬去了新加坡、迪拜、伦敦，只有老百姓还守着几万元存款，眼看着购买力一天比一天少。过去5年，你去超市明显能感受到工资不涨，蛋菜越来越贵，水果越来越贵，房租越来越贵，哪一样便宜了？而你敢花钱吗？你不敢，因为你怕公司裁员，因为你怕存款没利息还贬值，因为你怕明天医保也得自费。这一轮降准降息的时间点很耐人寻味。就在5月7日宣布放水，5月9日，中国副总理就要去瑞士与美国财政部长见面，举行中美新一轮经贸谈判。北京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硬刚，声称绝不退让，但现在却主动示好，主动放水，很明显是被逼到悬崖边了。中国高层内部会议的口号已经悄悄换了，从扩内需、稳增长变成底线思维，防范风险。说白了，就是不指望增长了，只求别爆炸。而放水就是他们心中那根最后的保险丝。谁在承受这场续命游戏的代价？是年轻人。高校毕业生拿不到 offer， 打工人失业只能送外卖，35岁程序员成为高龄被优化，小企业主撑不过一个冬天，是普通家庭，房贷压身，资产缩水，孩子上学越来越贵，教育焦虑翻倍，看病难，看病贵，医保还缩水，家里老人需要照顾，收入却每况愈下。而这些人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支柱，但他们正一点点被放水的洪流淹没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3月，全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为 15.4%， 而民间机构发布的数据甚至超过 2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
每5个大学毕业生中，可能就有1个处于失业状态。而这还不包括灵活就业打零工的那一大批隐性失业者。很多年轻人已经放弃找工作，靠啃老，靠送外卖，靠做自媒体度日，真正的青年危机已经爆发。哪怕找到了工作，收入也低得可怜。根据 BOSS 直聘发布的2025年1季度就业趋势报告，一线城市应届毕业生起薪平均为5780元每月，而同一城市的平均房租已超过3000元。再加上水电、交通、吃饭、社保，能攒下什么钱？连恋爱结婚都是奢望。现实赤裸而冷酷，一个努力读书、寒窗10年的人，还不如早几年去送外卖、跑滴滴的来钱快。而这一切都不是个体选择造成的，而是整个经济结构的失调。消费起不来，生产卖不出去，货币再怎么放水，也灌不到普通人手里，只能让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，社会情绪持续恶化。中国官方一再宣称，通过货币宽松政策刺激消费，但谁都知道，消费靠的是信心，而不是流动性。2023年全国居民储蓄创历史新高，新增存款 26.26 万亿元，创有史以来最大增幅。但存款猛增不是因为人民富了，而是因为大家不敢花了。一个敢花钱的社会才是健康的经济体，而不是一个全民囤钱、全民焦虑、全民脱实向虚的半僵尸社会。让人愤怒的是，钱并没有流向刺激消费，而是绕了一大圈回到体制的权力通道。那些定向在贷款，最终又回到房企的债务盘、国企的项目表、地方政府的 PPP 账户，成了他们自救的提款机。而这些被救的项目早就注定失败。以恒大为例，2023年末负债总额超 2.3 万亿元，庞氏结构早已摇摇欲坠，却仍能获得数百亿的政府资金纾困。而一家10几人的小微企业，则可能因拿不到贷款而关门倒闭，10几口饭碗就此断裂。这不是经济问题，这是制度分赃的问题。中国经济的核心矛盾，并不在于货币紧不紧，而在于信心崩了，结构坏了，规则乱了。2025年4月 M2 增速达 8.3%， 货币超发严重，却仍无法带动 GDP 增长。同月，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 2.1%， 远低于预期。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下降至 3.8%， 创2020年以来新低。这说明了什么？就是你怎么撒钱都无济于事了。就像一个病人，不是没吃饭，而是肠胃烂了，再多营养也吸收不了。更可怕的是，中国已陷入流动性陷阱。所谓流动性陷阱，是指即便央行再怎么降息释放资金，市场依旧无动于衷。企业不投资，居民不消费，资本只追求套利与避险。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对未来的绝望。企业不敢扩张，是因为政策不稳，预期太差；百姓不敢消费，是因为收入不稳，养老无望；外资不敢投资，是因为法治不彰，政策任性。这不是放水能解决的，而是根本性的制度困局。要知道，没有哪个国家能靠印钞印出繁荣。津巴布韦、阿根廷、土耳其都是前车之鉴。今天的中国虽然表面还算稳定，但若继续靠印钞续命，迟早会出现严重通货膨胀，甚至恶性金融危机。2025年3月，全国 CPI 同比上涨 2.7%， 而 PPI 已连续17个月为负，形成了极为罕见的剪刀差，一边是生活物资价格暴涨，一边是企业利润急剧缩水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生活贵了，赚钱难了，最终会出现大批企业破产，大量中产返贫，社会流动停滞。经济的失控，最终必然传导为政治的焦虑。
正如历史无数次重演的那样，货币贬值的结果不是繁荣，而是崩盘；不是增长，而是动荡。中国这艘巨轮看似还在前行，实则早已进水。央行的这次放水不过是一次象征性的心肺复苏，一方面要应对对美谈判的谈判筹码，另一方面是缓解4月经济数据崩盘后的恐慌。但靠印钞、靠放水、靠注射金融毒品，不可能解决人口老龄化、产业失衡、信心崩塌、制度僵化这些根本问题。当一个国家只能靠放水维持体面，那已经不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，而是病危通知书的前奏。老百姓早已看透真相，经济不靠实力，而靠权力；政策不为民生，而为维稳；货币不为繁荣，而为续命。这不是经济复苏，这是体面破产。中国正在走向一场注定无法回避的金融风暴。而这场风暴不是突如其来，而是早该来临。